设想一个粒子能够无需穿越、推撞或穿破，仅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直接出现在一堵实体墙的另一侧。如果真有这种现象存在，它将彻底颠覆我们对物理世界的基本理解。这种听起来几乎像魔术的现象，正是量子隧穿，一种让粒子突破能量障碍，似乎违反牛顿力学和经典逻辑的深奥量子过程。这一现象引发了科学界长达数十年的争论：隧穿过程究竟是否瞬时发生？它是否可能以超越光速的方式完成，从而挑战爱因斯坦相对论所设定的宇宙速度极限？如今，一项引人瞩目的实验突破正在改写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研究人员首次成功地利用原子自身作为量子时钟，实现了对隧穿时间的直接观测和测量。这一创新性方法不仅推翻了以往基于波函数传播速度或概率分布的推测性理论，还为基础物理和前沿技术，特别是量子计量和信息科学，开辟了全新的研究路径。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系统梳理这项研究背后的实验设计原理、关键发现与深远影响，并尝试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量子尺度上，时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极微观的量子尺度上，粒子的行为方式常常完全背离我们在宏观世界中建立的直觉经验与物理认知。这些现象不仅挑战传统的牛顿力学，更动摇了我们对因果关系和连续性的基本信念。在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量子行为中，最引人入胜，同时也最具争议的现象之一，就是所谓的量子隧穿。粒子仿佛拥有一种奇特的穿墙术，能够无视经典物理设定的障碍，越过本不可能逾越的能量屏障。长期以来，这种看似不守规则的粒子行为在科学界激起了大量争议。一方面被视为量子力学不可忽视的核心现象，另一方面也对时间、能量和信息传播等基本概念构成挑战。一个核心问题始终存在于争论之中：在穿越式垒时，粒子是否可能以超过光速的方式完成这一过程？倘若属实，它是否意味着爱因斯坦相对论中关于宇宙速度上限的界定将遭遇根本性的动摇？在过去的一些实验中，研究人员尝试通过追踪粒子的波函数，一个描述其存在概率的数学对象的峰值位置，观察到粒子似乎提前抵达室垒另一侧，从而产生类似超光速传播的迹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引发如此轰动，是因为隧穿波峰的出现时间早于未经障碍干扰的自由飞行粒子所需的飞行时间。这种捷足先登的表象很容易被误解为粒子进行了超光速旅行。然而，这类看似超光速的解释主要建立在对波函数传播形态的间接测量之上，实质上并未真正揭示时间在量子层面上的定义与作用，从而导致对隧穿所耗时间的理解长期模糊不清。值得强调的是，波函数的峰值本质上只是一个数学分布的高点，它代表的是粒子最可能被探测的位置，而非真实发生事件的计时工具，因此无法充当类似物理秒表的角色，来测量具体的过程持续时间。厘清隧穿时间的物理含义，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深远意义，也直接关系到多个现实世界中的关键应用，特别是在能源、材料科学与信息技术等多个前沿领域。以太阳为例，恒星内部的氢原子之所以能够克服强大的静电排斥力发生核聚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量子隧穿效应的存在，正是它让反应速率达到了足以维持太阳持续发光，为地球提供日照的水平。而在微电子技术中，隧穿现象已经从理论走入工程实践，它影响着晶体管的开关机制，控制着闪存的写入与擦除过程，甚至成为量子计算架构中量子比特之间耦合和信息传输的基础机制之一。但由于量子粒子不像经典物体那样沿着明确轨迹运动，我们无法为其分配一个清晰的起点与终点，这也使得隧穿所花时间这一问题长期游离在经典直觉与量子现实之间，难以判断它
究竟是瞬间完成，存在微小延迟，还是涉及某种超光速过程？为了消除关于隧穿时间的多重定义所带来的混乱，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统一的操作性理论框架，使不同理论预测间的矛盾得以化解，并首次从实验上赋予隧穿持续时间一个清晰可观测的物理含义。与传统依赖波函数传播特性或半经典路径分析的做法不同，这一新方法巧妙地利用原子内部能级之间自然发生的周期性震荡，将每一个原子本身转化为一个自带滴答声的独立量子时钟。这一做法彻底摆脱了将粒子类比为经典小球的传统思维，直接承认在隧穿过程中，粒子处于一种非局域的量子叠加态中，其位置与状态都不能被精确划定，从而使抵达时间本身变成一个模糊甚至流动的概念。整个实验设计的核心基于一种被广泛应用于高精度原子钟系统中的技术——拉姆齐干涉法 （Ramsey Interferometry）。这是一种通过干涉模式解读时间变化的量子测量手段，能够捕捉原子状态在微小时间尺度上的相位演化。研究人员首先将每个原子准备为两种内部量子态的叠加态，也就是处于既是也不是的量子状态之中。这样的设计使得原子在穿越室垒的过程中，会随着内部能级的震荡自然计时，仿佛被转化为一个精确运行的微型量子钟表。最关键的创新在于，研究人员并不尝试追踪粒子的运动路径或赋予其速度，而是通过分析穿越过程前后原子内部能级间相位的变化量，来精准还原粒子在室垒内部所经历的真实时间，一种不依赖于经典轨迹的新型时间测量方式。至关重要的是，通过这种高灵敏度的原子计时方法，研究人员观测到隧穿过程并非瞬间完成，而是存在一个极其微小但可明确测量的延迟时间，大约为10的-26次方秒。这个结果直接驳斥了瞬时穿越的假说，同时再次巩固了相对论的核心原则：没有任何物理过程能够超越光速传播。更具理论深度的是，该研究提出的统一框架不仅给出实测值，还将此前各家学派提出的隧穿时间定义，包括维格纳相位时间、粒子在室垒内的停留时间，以及基于拉姆齐干涉的钟表时间，整合在一个相干可操作的理论体系中，使原本分歧明显的观点得以协调统一。这一技术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它能够在不借助外部触发信号，也无需假设粒子沿着某条经典路径运动的前提下，通过原子不同内部态所对应的质量微差，自然而然地体现出相对论性的时间膨胀效应，实现了量子与相对论的无缝衔接。通过这种兼容量子机制与时空结构的实验设计，研究人员不仅为隧穿时间这一难题提供了清晰定义，更从根本上重新建构了我们对于粒子在禁区内行为模式的理解，使得这一经典禁区不再是概念的盲区，而成为可测可控的物理场域。更为重要的是，这项研究明确指出，当时钟与粒子绑定共同演化时，观测结果始终严格遵循光速限制。这不仅终结了超光速隧穿猜想，也为长期困扰物理学界的一个核心悖论提供了解答：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可以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共存，并共同描述微观世界的时间本质。为了在量子尺度上精确测量隧穿所耗的时间，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方案，将单个原子本身转化为一个拉姆齐时钟，即通过原子内部量子态之间的周期性震荡，使其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像钟表一样滴答作响，从而记录下粒子在室垒中的停留过程。这一实验成果已发表在权威期刊《科学进展》。实验核心在于利用两种内部原子能级构成一种高度相干的叠加态，使原子在穿越室垒前后都携带有可读的时间信息，等同于在微观层面建立起一个随粒子同行的时间参考针。整个实验流程被巧妙地划分为3个关键步骤，每一步都对应着原子时钟初始化，
隧穿互动和干涉测量，3个不可或缺的物理过程。第一阶段是初始化过程，通过施加一个被称为潘恩脉冲的激光激励，科学家将原子强制进入2个内部态的50×50叠加状态，使其开始一可预测的频率震荡，这相当于为时钟上了发条，准备好开始计时。第二阶段是粒子与势垒之间的相互作用阶段，此时原子被引导朝势垒运动，部分穿越，部分反射，而2种内部状态在与势垒相互作用过程中积累了不同的相异，这些差异正是量子世界中时间留下的痕迹。第三阶段是独处阶段，研究人员施加第2个派2脉冲，将2个内部态重新干涉组合，随后观测其输出的干涉图案。这种图案中的相位差，正是粒子在隧穿过程中所经历的时间信息的指纹，如同钟表的指针最终指向的刻度。原子干涉图案中所展现的相位差，其实是3个物理过程的共同结果：一是原子从初始化到探测所经历的实验室时间；二是因不同内部态对应的微小质量差异而引起的相对论性时间膨胀；三，也是最关键的部分，正是粒子在穿越势垒期间真实经历的隧穿时间本身。为了从这3部分中准确分离出隧穿事件的纯粹贡献，研究人员巧妙地设计了一个对照组，他们让一组原子绕开势垒，沿自由路径传播，与隧穿原子进行比较。通过这种差分分析，实验成功提取出了唯有穿越势垒时才会出现的额外相位延迟，也就是量子隧穿所耗的真实时间。这项技术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完全绕开了以往测量中常见的2大问题：对波包形状的复杂建模依赖，以及对传播过程的间接推测。研究人员不再追踪波峰，也不建模粒子的行进轨迹，而是直接读取原子内部状态的相位演化。换句话说，这种方法就像是把一个精密原子钟安装在粒子本身上，让它在运动过程中自己记录时间。相比传统实验方式，这种嵌入式计时方法提供了一种更加原生、精准且与粒子同步的时间测量手段。正是借助这一机制，科学家们首次能够真正测量出粒子在势垒内部所经历的相互作用持续时间，而不是仅仅依赖于其出现在障碍另一侧的时刻来推算时间。这标志着实验物理对量子过程的探测能力跨越了一个重要门槛。为了实现对极短时间尺度的精准测量，研究人员采用了超冷原子云作为实验对象。这种极低温环境接近绝对0度，能够有效抑制原子的热运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动量扩散现象，显著降低测量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噪声干扰。为了进一步优化原子波包的质量与对称性，研究团队还引入了 Delta Kick Collimation 技术。这是一种精细的准值手段，能将原子流收束成极其紧凑、动量分布极低的状态。同时，他们采用双布拉格衍射方法，让2个内部能级状态的原子在衍射过程中获得完全对称、等量的动量，从源头上消除了任何由动量偏差引起的系统性误差。得益于上述一系列精密调控手段，实验系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相位灵敏度水平，能够可靠探测出10的-26次方秒级别的微小时间差，这在以往的量子计时实验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精度。不仅如此，为了彻底消除背景噪声和系统性漂移带来的干扰，研究人员还特别设计了一种差分测量方案，一种利用对称配置进行自我校准的实验结构。具体而言，他们将2组完全相同的原子时钟分别以相反方向发射，其中一组会穿过势垒，经历隧穿过程，另一组则沿无障碍路径自由传播。作为参考基准，2组原子同步演化，通过比较它们之间的相位差，研究人员可以排除共同噪声，仅提取出因隧穿引起的纯净信号。这种极具巧思的实验布置，有效屏蔽了各种常见的噪声源，包括环境磁场的微小扰动、激光系统的相位抖动，乃至由内部态质量差引起的
相对论性时间膨胀效应，最终留下的正是科学家们真正想要探测的那部分，由粒子穿越视垒所产生的纯粹隧穿时间延迟。为了确保实验结果的可靠性与可重复性，研究人员建立了一套涵盖多种非理想实验条件的完整理论模型，其中包括由于原子所处内部太不同而引起的视垒高度差异、粒子波包在空间上扩展导致的桅杆效应，以及由于原子存在微小运动而引发的多普勒频移等问题。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测得的相位，进而扰动隧穿时间的读数。团队使用系统的数学建模与数值模拟方法，逐一分离出这些变量对总相位的具体贡献，并针对每种误差机制设计出精确的补偿策略与降噪流程，从而显著降低外部与内部扰动对最终测量结果的干扰。他们甚至深入考虑了更微妙的系统偏差，例如不同内部量子态在释放时可能产生轻微动量差异，或是因原子井释放过程中不够理想而引发的伪相位偏移。这些通常会被忽略的小效应，在本实验中都被逐项建模并加以校正，体现了极高的理论精度和实验操守。更令人瞩目的是，这种方法不仅解决了实际误差问题，更在理论体系层面超越了以往对隧穿时间的诸多近似与假设，使其具备在更广泛物理条件下适用的普适性与严谨性。相比之下，传统的拉姆齐时钟测量方法往往依赖于在磁场中感应自旋进动的频率，这种机制在稳定性与标准化方面都存在不足，特别是在外场波动时，频率基准极易漂移，限制了测量的绝对准确度。而本研究所采用的光学频率级别的原子钟方案，则在稳定性上提高了几个数量级，足以胜任阿秒量级的时间解析。在频率控制方面，本研究采用的拉姆齐原子钟并非依赖低频磁场共振，而是运行于光学频率尺度，即每秒震荡数千兆次。这种超高频率的震荡不仅提供了极佳的计时解析度，其在稳定性上的表现也比传统方法高出数个数量级，从而显著增强了整个系统对微小相位差的响应能力。此外，研究人员还比较了不同类型视垒对隧穿行为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实验中常用的高斯型视垒，相比理论上更理想化的矩形视垒，会导致粒子的隧穿时间略短。然而，这种差异不会改变整体趋势，且仍然在实验的灵敏度范围内，具备良好可测性。更重要的是，实验中的视垒参数，包括其形状、宽度与粒子入射能量，都可通过激光强度与配置灵活调整。这意味着研究人员可以有意识地放大或压缩隧穿时间，从而将原本难以观察的量子延迟拉入可操作的测量窗口，为未来更多实验提供高度可调的平台。综上所述，拉姆齐时钟技术不仅提供了对量子隧穿时间的直接观测路径，还具备良好的理论自洽性与相对论兼容性。更难得的是，它在实验实践中也具备可行性与重复性，从而为探索时间这一物理基本量在量子尺度的表现方式提供了一条可信且高精度的途径。这一研究充分尊重了量子力学所内涵的概率性和不确定性原则，没有试图简化其复杂本质，但同时又通过严谨的实验设计与精确的量子操作，为隧穿这一长期被视为神秘和模糊的现象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操作性清晰度，真正实现了在模糊性中建立可测量性。这一统一的理论框架不仅解决了隧穿时间的表述问题，还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路线：时间可以被嵌入量子态本身加以读取。这为下一代量子计时器、超精密干涉仪乃至对时空本质的新实验装置铺平了理论与技术的双重道路。实验结果明确指出，量子隧穿虽极其迅速，但绝非瞬时发生，其持续时间虽短，却真实可测。而更关键的是，隧穿过程始终受到相对论的光速上限约束，从未违背爱因斯坦所确立的宇宙因果律，从而驳斥了关于超光速传输的各种猜想。
这项研究为物理学中最深层的张力之一，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之间关于时间、因果与测量的差异，提供了一种新的调和视角。它显示，即使在波函数非局域性和经典禁区之中，物理世界依旧可以以光速为界限，保持因果结构完整性。从工程和技术应用的角度来看，量子隧穿时间的精准建模将对多个高科技系统的设计与优化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在晶体管设计中，它有助于评估隧穿漏电的强度；在量子传感器与约瑟夫森结等超导器件中，它可帮助延长相干时间，提升灵敏度；而在下一代量子芯片的结构优化方面，它更是决定量子比特运行稳定性与热运算的重要参数。不仅在基础物理研究方面具有突破意义，这项成果同样为量子计量学这一新兴精密测量领域提供了实用的技术支持与理论依据，使我们距离真正用量子机制丈量现实世界又迈进了一步。研究人员进一步提出，基于差异光异调控的拉姆齐原子钟系统未来可以进化为探测极短寿命量子态的仪器，甚至能够感应到空间中极其微弱的引力扰动，成为探索弯曲时空结构或验证量子引力效应的潜在工具。这种高灵敏度的量子时钟不仅拓宽了基本物理的实验边界，也为精密导航系统、引力波探测器，甚至对时空曲率本质的实验验证等重大应用场景打开了全新思路。未来的引力测量或许不再依赖大尺度望远镜，而由一颗颗振动的原子来完成。这项研究的深远意义并不止步于实验室，更延伸进了科学哲学的核心议题。它重新唤起人们对时间这一概念在物理世界中本质属性的讨论，并对量子力学中长久以来模糊不清的时间定义进行了根本性的澄清。通过精确测量隧穿时间，并将其置于量子态演化的框架中，它们实质性地表明，时间在量子世界中不仅存在，而且可以被观测、被量化、被记录。这一项成就直接驳斥了过去认为量子力学中时间无法定义的传统观念，为我们理解时空与存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通过精确追踪粒子在禁区中的行为轨迹，这项研究首次在实验层面弥合了广义相对论所描述的连续世界线与量子力学中非局域叠加态的本体张力。它深刻地指出，即便在经典物理所认为的不可逾越之地，时间依然存在且可被测量。这一发现为未来量子时空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实验基础。为进一步提高可测性，研究人员提出了一项富有前瞻性的策略，通过差分式垒工程，例如利用可调激光场改变粒子在不同内部态下所感知的是垒高度，人为放大隧穿时钟的相移幅度，从而将原本接近测量极限的时间延迟推至实验更易解析的范围。这种方法的引入或将推动整个光学原子钟领域的实验前沿，特别是在当前该领域已经实现10⁻18次方秒量级的时间解析能力的背景下，为未来开展更复杂、精度更高的隧穿过程测量提供切实可行的技术支撑。当然，这项实验所需的时间分辨率极其苛刻，意味着为了获得可统计的信号，有时需进行数十亿次重复实验，这对系统稳定性和实验资源提出极高要求。但团队也同时提出了多个具体策略，以切实降低重复次数，提升信号强度和系统容忍度。例如，他们探索了量子压缩 （quantum squeezing） 技术，以提高原子态测量的信噪比，并引入了魔法波长激光转换方案，使得系统在两个内部态之间具备相同的极化响应，从而降低技术噪声对相位的干扰。这些方法共同大幅度减少了所需实验次数。最终，研究人员提出的理论与实验框架不仅兼容并吸纳了以往多个关于隧穿时间的表述，还在其基础上进行了系统性改进，建立起一种更加完整、更加物理直观的统一描述方式。该框架成功将维格纳相位时间、驻留时间以及到达时间等
过去彼此独立，甚至相互冲突的时间定义，整合为一个一个观察相异、为核心变量的单一语言系统，不仅提升理论自洽性，也为今后的实验测量提供统一标准。这一理论工具不仅为一个长期饱受解释混乱的研究领域带来了久违的一致性与可操作性，更为实验物理学家绘制出一份可行的路线图，如何设计下一代隧穿实验，如何在更极限的时间尺度上观测自然，如何将时间本身作为实验对象加以量化与检验。如果这个关于量子隧穿与时间本质的探索唤起了您内心的好奇与思考，我们诚邀您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在这个自然世界中，科学从未止步，而理解也永无终点。我们尚未走到尽头，相反，每一个新发现都为我们开启更多未解之谜。时间、空间、粒子与意识，它们之间的关系仍等待人类用智慧与实验去解答。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探索物理学所揭示的那些令人敬畏的自然奇迹，从量子叠加到宇宙结构，世界的另一面正在向我们展开。在科学的旅途中，最宝贵的品质莫过于提问的勇气与持续的好奇。愿您在每一个为什么中找到走向知识更深处的通道。感谢您的观看与思考，我们明天见。